妈妈，快来看，怎么了？你的多肉生了一个宝宝。多肉生了宝宝？是的，大多肉生了一个小多肉。哦，那证明妈妈养得很好。不是，是我浇水浇得好。长寿花顾名思义，长寿之花，因其花蕾花苞较多，而且簇拥在一起，又象征着一家团圆。如果能在春节期间开花，真的是既应了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又能带给老人平安长寿之意，意义重大。这也是很多花友，特别是老年花友在家里养长寿花的原因。虽然说长寿花的花期就是在春节前后，但是并非每个人的长寿花都在春节绽放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在春节开花，起到喜庆、团圆、长寿之寓意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年的春节也已经将近，今天花花带大家学习一下怎么能让长寿花顺利在春节期间开花，以及如果开花了，在花期有哪些事情不能做，以免弄巧成拙。想要长寿花在春节期间开花，那就要先了解下影响长寿花开花的原因有哪些。总结起来主要有3点。1. 光照决定了花蕾和色彩。长寿花是属于短日照花卉。短日照花卉的生长特点是，只有在短日照条件下才能花芽分化，产生花蕾。所以在养殖长寿花的时候，如果一切养护正常，长寿花却迟迟不长花苞，那就要考虑光照时长的影响了。很多花友的长寿花是养殖在室内的，而现代人又多习惯晚睡，开灯的时间比较长，这样养殖在室内的长寿花，即使进入短日照的秋季，由于室内灯光长时间照射，延长了光照时间，也容易造成不长花苞的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寿花已经长满了花苞，但就是迟迟不开花，这种情况与光照也有关系。如果光照不足，长寿花的花蕾会生长缓慢，有时还会消苞，即使开花，花朵的颜色也会比较暗淡。所以咱们在养殖长寿花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控制光照时间和光照强度，长花苞后也应每天保持5至6个小时的阳光照射。2. 肥水影响花蕾生长。长寿花花蕾的生长需要大量的肥水，如果肥水不足，长寿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，花苞生长就会变慢，花苞发育不良，开花小，颜色淡，有些花苞甚至直接发黑枯萎。在长寿花长出花蕾后，要每15天追施一次磷钾肥，可促进花蕾的生长，早日开花，而且还可以使长寿花的花朵颜色更为鲜艳。3. 温度与花苞开放。很多花友养的长寿花，从长出花苞到开花需要经历2个月的时间，满是花苞的长寿花总是成功的错过了春节再开放。其实花苞生长缓慢，多半是温度的低的关系。在冬季温度比较低，长寿花花蕾生长缓慢，继续养分的时间就很长，往往需要2个多月才能开放。但如果能保持温度在20度左右，则1个月长寿花就可以绽放。说完怎么样让长寿花开花，你觉得有所收获，就给花花点个赞，帮忙转发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下面我们来说，如果已经开花了，那么也不要大意，因为开花过程中也有一些操作千万不能做，否则效果也会比较严重。第一，花期给它换盆。长寿花虽然非常的好养，但是在花期养护不当，也会影响植株正常的开花，甚至使花期缩短，提前凋谢。比如很多花友在从花市上刚买来带花苞或者正在开放的长寿花以后，就记着去给它换上漂亮点的花盆，结果换盆以后，植株很快出现了枯萎的情况。这个季节长寿花正处于孕育花苞和开花的阶段，去贸然换盆就会影响植株生长开花。因为此时温度低，植株又处于孕蕾开花阶段，不去生长根系，换盆会造成根系的损伤，使其不能正常的浮盆，这样顶部的花苞得不到养分的供给，就会出现萎蔫。所以冬季刚买回来正处于孕蕾开花阶段的长寿花，先不要急于去给它换盆，如果觉得原盆影响美观，可以先把它带圆，装入新盆里面养护，等到春天开完花以后再去修剪换盆。第二，过多的浇水。长寿花在孕蕾开花期还很怕过多的去浇水，它本身就是耐干旱的植物，肉质汁液中含有大量的水分，盆土完全干了再去浇水也不晚。
反而浇水太多、太勤的情况下，会对植株的根系造成损伤，使植株出现烂根萎蔫的现象。冬天的时候，气温低，水分蒸发缓慢，植株又处于生殖生长阶段，对水分需求不是很多，让盆土保持稍微干一点也不要紧，每次浇水都要等到盆土干了再去浇，过多过勤去浇水也会影响植株的正常开花。第三，花期乱用肥。很多花友看到长寿花枝头孕蕾比较多，担心植株养分不足，于是就频繁去给它施肥，最后导致植株出现了肥害，反而使其不能正常开花。长寿花在生长花苞的阶段，还是可以给它继续施肥的，不过要在环境温度15摄氏度以上时，而且这个阶段只能给它补充磷钾元素的肥料，因为植株孕蕾开花对磷钾元素的肥料需求较多，相反给它补充氮肥会影响它的孕蕾开花。而且在孕蕾期施肥要以稀薄为主，不要一次性施太浓的肥料，比如可以每半个月左右施一次1:1000的磷酸二氢钾水溶肥，花苞开放时要停止施肥。在长寿花生长花苞和开花期间，除了要注意以上3点之外，也不能让它长期缺少光照，不然花苞生长缓慢，开出的花朵也不够鲜艳。平时要经常把它搬到有阳光的地方，让它多接受光照，更能促进植株孕蕾开花，开出的花朵也更加鲜艳。以上就是介绍的让长寿花在春节期间开花，并一直保持开花的方法。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不要忘记给花花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